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首先还是要稍微谈一下台海这边的局势发展哦，因为现在呢，台海是比较敏感一点点的，尤其我们的总统赖清德，他在3军8校毕业，爱国教育要重新加上了反共2字。好，聚焦要认清敌情威胁跟扩张。好，这反共爱国教育课程从民国54年开始办理，好，那91年更名为爱国教育，但是今年又把反共加上去了，所以呢叫做反共爱国教育。国防部是说啦，针对3军8校院这个毕业生加强敌情的认知那认知作战及如何防范渗透。好，那强调建立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那据了解，相关课程以往都会邀请像是参谋总长跟军种司令等高阶的将领来进行演讲，但今年邀谁呢？邀请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还有国安会资委黄崇彦等国安高层官员来为学员授课。那有网友就说最该去上反共爱国教育的是民进党那群不用当兵或者是抗中保台喊最大声的政客吧，这数一数也蛮多的啦。那这个军校反共不反独，透露出一些政治味因为民进党执政10年了，大家说已经早就不再强调反台独但也不会宣扬支持台独。那今年恢复反共的名称，就跟赖总统很有关系因为赖总统之前不才宣称对岸是境外敌对势力吗？蛮相符的。那加上邀请的是政党立场鲜明的政务官来上课，那军中反共的爱国教育多了政治味。好，一轮看完之后，则是觉得说怎么越来越像过去的国民党呢？因为过去我们说党国时代就是这种反共这种意识都要非常的清楚，所以会不会民进党已经越变成他讨厌大人的样态了？好，那我们要看到亚太的情况说是危机四伏。那我们看到国安局长蔡明彦他就有说其实中国大陆有4个编队在台海周边合作。那他证实在南海有部分中国大陆的船舰的确是在防台但是他也透露说，目前解放军在西太平洋总共有4个舰队编队在活动。那我们就会很关心海鲲号嘛因为海鲲舰是不是无弹可用呢？最新传出说 MK48 Mode 6 AT 的重型鱼雷仍然没有到。那4枚操雷在年底前才会交运。那美中的关系未来是不是很难达成共识呢？中国大陆的学者有一些想法这是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他说如果华盛顿恢复了对台军售，将不会有战略稳定。那习近平在川普5月访华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他强调了这一点。那到底台湾会不会变成波兰呢？澳洲的前内政部常务次长他有一个概念，他说太平洋地区在2027年到2029年有可能就会爆发战争。那台湾将会是我们的波兰如果澳洲的主要盟友美国参战，那澳洲必须就要认真思考如何做好开战准备。好，所以他觉得台海危机四伏啦。那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他会把台湾譬喻成波兰呢？一轮也去查了一下因为呢，在1939年当时这个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就直接变成了是英法跟德国之间开战所以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起头。他把台湾比喻成波兰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要看到在最新的讯息当中，也就是今天的12点01分，好，解放军海军有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1发西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而且准确的落入预定的海域。好，这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那已经事先的这个跟相关国家做了通报。好，但是因为中国突然试射了这个飞弹之后日本政府是说他事前确实也收到了通知，但是有要求中方重新考虑
而且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这个样态看起来，就是中方跟日方之间的敏感神经还是持续的不断被挑动。那中俄这边啊，则是在合体秀肌肉。我们看到中俄海军的舰艇齐聚在青岛，展开了海上联合2026的军演。那在5号的时候，俄罗斯的海军舰艇就抵达了青岛。解放军北部战区的海军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就说啊，这一次的这个抵达的舰艇被形容是航母杀手的光荣级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还有基洛级的乌法号柴电攻击潜舰。那中国的这个国防部就说啊，中俄将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的兵力就会到太平洋相关的海域组织进行联合的巡航。那我们最后看到就是共军首烧的轻型舰真的来了，央视5号就做出了报道，说他们的076型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继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了首次的航行试验。那现在甲板已经划线了，阻拦索也已经安装了，所以代表即将要正式的出场了。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赖总统现在推反共意识大家就说哇，真的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赖清德要反共爱国，我就要问了，你反共那个共是哪一个共？是哪一个国家的共？你的爱国到底是爱哪一国？如果在爱这个国是爱台湾国，我们干嘛爱你台湾国啊？我们干嘛爱你台湾共和国啊？而至于所谓的共产党，全世界现在还在施行共产主义的只有一个国家，叫做朝鲜。其他的还有国家在施行共产主义吗？如果你指的是大陆，我们来把台湾跟大陆比一下。所谓的共产主义，它的对面指的就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靠市场机制，透过竞争形成了这个产业，然后造成了产业的供应链。我请问你赖清德搞无人机产业，扬言要搞出飞鸿供应链，然后还编特别预算，这个做法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做法吗？它不就是共产主义里面杯葛最厉害的，被杯葛最厉害的，所谓的用政府的管制跟计划经济来推动无人机产业吗？那所以共产党到底是谁在做？共产主义是谁在落实？不就是你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吗？你所用司法来整肃反对你的人，然后搞监听、搞窃听、随便乱抓人、收押，这个不就是你所批评的共产主义吗？所以你还有什么脸去谈什么反共教育？反共教育要谈就反你啊，就反你赖清德啊！你赖清德搞的就是共产主义啊，要大家去爱台湾共和国啊。好，接着我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刚才一轮他特别提到的，到底台湾会不会变成波兰化？如果就二战的一开始，就是因为德国用闪电战去打波兰嘛，然后引发了2次的大战，引发了欧战。那现在的意思是不是只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要采取所谓的武统的方式，就会引发世界大战？可是你要知道啊，现在现实的情况不一样啦。现在的川普已经跟中国大陆之间，大家达成了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关系，中美的关系正在改善中，而且川普根本也不想管理台湾的问题了，逐渐采战略的退却，从第一岛链退到第二岛链。而日本呢，虽然在第一岛链高市早苗非常的活跃，但是问题是高市早苗把日本的经济搞得乱七八糟，下台的命运恐怕在今年内就会实现。高市早苗一旦下台，林芳正上来了，他就得改善中日的关系啊。那个时候美国
已经战略退却。那日本要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还需要武统吗？那时候的合统就可能会出现嘛。所以对政治敏感度最高的王金平，才会在7月4号特别提出来了他的构想。王院长啊，我非常的熟悉他，他又是我爸爸的老朋友。王院长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提出来？就是现实的考量，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比较高，所以特别提出来了所谓的合统的模式，让大家讨论。最后我提到四川舰076有拦阻索，已经发现了，它就是个轻型航母，4.5万吨，它有拦阻索，代表外传的歼35会上四川舰是必然的。大家要注意，如果大陆要对台湾采蟒蛇的战略，基本上001到003的航母其实不是重点，重点就是2栖攻击舰，四川舰就是2栖攻击舰里面最顶级的2栖攻击舰。是，好像有关于船舰部分哦，一定要问曾辉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说这个四川舰哦，记住它就是一个2栖登陆舰，它不是航母。航母主要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海上移动机场，它上面有油库、弹库、人员、维修、技工，还有可能备份的这个飞行员。那四川舰呢，它就是一个能够载了一个船这样发射，而且它有电磁弹射，我已经是非常讶异的。那我今天看到一个说它有拦阻索，我非常意外。怎么说？因为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没有拦阻索，这个东西绝不是说，我原来是没有的，然后我给你挖一个洞给你弄下去的，它怎么挖？它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相当怀疑，因为现在确实有人说它有拦阻索，对，但这拦阻索不是拉一个绳子啊，它那个底下东西一路下去那个电机，如果它原先没有设计，它现在装不上去。舰长，所以拦阻索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舰艇不懂。哦，拦阻索就是如果是大型的飞机，我举个例子哦，固定翼啊，起飞的时候是不是它哇，你有一个引擎冲上去，下降你有什么东西挡它吗？没有挡，所以如果我起飞要这么长的甲板，下降一定比它长，它一定会冲过去，因为下降你靠什么东西挡？刹车啊，刹车会翻倒的，所以它下来之后要有一个拦阻索把它拉住，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特别要讲吴钊燮，吴钊燮说的这个，我前天看吧，还是昨天说，哇，100余艘这个军舰在这个我们第一岛链这里，记住他后面那句话叫做有史以来之最多的。我一看，哇，那还得了？我再看，我才发觉他完全误会。海南岛有多大？大家知道吗？约等于台湾的94%的面积。它有3个很大的港，分别是三亚、玉林、龙坡。这些港有航母，有核子的那个潜舰。然后他现在因为他的军力大，所以他在扩建他的港。那最近呢，来了一个台风，就是这个梅沙台风过来，对不对？那海军怎么去防台？你知道？我们海军因为比较小，我们就是绑在码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台风一来，我们就把这个船绑得跟个粽子一样，哇，好多东西都跟码头绑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成功舰成军的时候，那些老美顾问一看，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防台？我说你不这样防台，你怎么防台？他说我们都是开到别的港口，因为美国大，对我们不够大了，我们不够大。他好比说佛罗里达被这个台风7级，他就跑到也许是那个 Norfolk 去了 ，Norfolk 他就跑到这里，所以他可以跑。中国大陆是一样的，它很大，所以你知道，当它有一个台风来的时候，南亚最起码不是海南岛最起码有大概90到120艘的船，又因为它在新建，所以有些地方它没有办法去躲防台，所以它也按照跟美国一样的，它一大堆船，一半往上跑，一半往下跑。上面的它跑到什么广东啊、浙江靠近港里面去，下面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港口，它也许绕一圈又回来了这里，所以这么多的船一出来，大家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多的船出来？这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吴钊燮你实在不太了解这些海军的动态，然后你把这个东西转变成一个恐慌，然后让我们觉得老共来打我们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啊，他当然不了解，他又不是走这一行的，是但是他还是要讲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大宗教授怎么看？我提一下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海上联合现在是海上联合2026。
那这个系列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海军很重要的年度的演训。那最早应该可以追到在2012年哈，当时还有一个时空背景啊。第一个是中俄关系当然是非常好，但当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在做亚太再平衡战略哈，所以隐隐约约在软制衡中国大陆。那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面临到这个美国在欧洲很大的北约的压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演训，它的政治隐含。那这么多年来哈，其实这个演训大概都在现在大概7、8月比较多哈，早期我看有4月、5月。那演习的地点其实涵盖非常广，非常的广。那有时候可能是在比较邻近的，比如说东海啦，像这次黄海、青岛附近的海域。那有时候在南海，有时候在日本海啊，有时候在比较靠近俄罗斯的水域。但重点是哈，在实弹的演训之后，他们双方还会有个联合的这个巡弋啦，那个地点就可能非常广。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重点。比如说在早期，我记得在2015和2017啊，曾经这个海上联合演训啊，最后拉到哪里？是拉到这个波罗的海，还有地中海哈。不管如何是非常重要。那这一次哈，其实双方出动的这船舰数目带跟去年跟前年差不多。俄罗斯带就4艘船哈，最大就刚才特别有提到这个瓦良格号这个飞弹巡洋舰，它是吨位比较大，但12000吨到13000吨。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它的这飞弹的这个其他的巡防舰啦，还有潜舰啦，还有这个其他的后勤支援的舰艇。但是刚刚特别有提这个所谓的瓦良格号，它是属于光荣级。光荣级其实俄罗斯海军本来有3艘，但是这一艘其实瓦良格是放在太平洋舰队的旗舰。但我们应该有印象，几年前刚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它是在2022年2月打起来。在4月间其实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一样，同样是光荣级莫斯科号，就被乌克兰的这个自制的2枚飞弹所击沉。所以现在光荣级就剩下2艘。那这次中国大陆出动北部战区的海军大概是有6艘，主要是055我们就非常熟悉的这10000吨以上的驱逐舰，还有052D 非常主力的这个飞弹驱逐舰，还有054A 飞弹护卫舰，还有其他综合补给舰，也有包括像潜舰，所以4艘加6艘是10艘，大概一样，跟过去一样是分2阶段。第一阶段是可能是实兵的这个联合演训，那第2阶段就是巡航。那这巡航一般来说也可能会进入到西太平洋、北太平洋。总而言之，这是中俄双方海军非常重要的年度军演。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好久没有谈乌俄战事了，对吗？其实还在打那这件真的打了好多年呐。这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战事开始容易，终战很难呐。这个乌俄战事又再度升级，现在大规模双方是互攻基础设施。好，我们先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俄军打击乌军位于142地区的燃料、能源跟运输基础设施，还有远程无人机生产跟储存设施，还攻击了乌军跟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的地点。好，那美俄的领导人也在最近通了电话。好，那川普呼吁这个要停火，跟普京强硬立场交锋。那现在看起来乌俄还是有一些变数。好，这是俄国的总统助理他说普京跟川普进行了85分钟的电话通话，也算蛮长的啦好，普京重申倾向于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那川普则对普京重申将停止军事行动。那现在俄国的外交部则说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就不会有与欧洲的全面对话。那最近马上就要召开的国际盛事就是北约峰会7月7号到7月8号。那到底呢，川普会不会去呢？答案是会的。好，他要去土耳其来参与北约峰会。那国产的隐形战机引擎渴望获美解套。那先看到他去了北约峰会，就是希望这个为土耳其争取数十具美制战机引擎的计划带来曙光。但是双方因为土耳其购买俄制飞弹而引发了 F-35战机的争端，短期之内还是非常难解决。
那也有民众响应了左翼政党号召举行反北约的示威，抗议北约推动的是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是很多的民众在抗议。那警方也有强力驱逐来逮捕了超过100名的示威群众，那引发反对派强烈的谴责政府。那北约的盟国砸1.2兆美元的军费，是不是也没用呢？川普讲得很明白他说他要忠诚。好，我们先看到这是北约秘书长吕特他是以数据想要说服川普展示The Trump Trillion 川普万亿的图表指出欧洲盟友跟加拿大自2017年以来都已经投入了1.2兆美元的军事支出，也就是说，我们支出蛮多的啦但川普不买单呢。他没有接受他的说法，好，他也扬言美国不需要盟友的金钱，而是需要忠诚。他把自己真的当成是 boss， 好，又开始点名到意大利，梅诺里之前还跟他不开心嘛，好，英国、德国跟西班牙都被他点名，他说都没有协助伊朗战争，所以我说川普是一个非常爱记恨的人你只要弄他不满他就是记在脑里，只要想办法他就会一直戳你。好，那到底欧洲是不是离不开中国呢？因为我们看到王毅也到了这个北欧嘛，来跟芬兰的总统见面。好，那芬兰总统就讲说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属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那王毅就说，中国为当今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已经提出了4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的引领这个意义。那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交流。那芬兰是希望中国重视人权，那甚至也强调说俄罗斯威胁到了欧洲的安全。那看起来好像是欧洲有一些国家知道这美国不可靠了要赶快的转向来找中国妈。那上半年山东、中欧、中亚的这个班列开行破1000列。所以就代表开始很积极的运转当中。那法国能源巨头则说欧洲需要中国，否则就会落后。这个是他们能源公司有2大的能源巨头负责人就公开表示，推动低碳电气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欧洲应该要跟中国的工业来加强合作，而不是采取封闭的策略。那这个道达尔能源的 CEO 他说欧洲没有办法透过马奇诺防线来解决问题，应该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那因为中国的企业最终仍能进入到欧洲市场。好，马奇诺指的是什么呢？马奇诺防线说就是法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为了防范敌国入侵所以在边境建造了一个巨型的围墙来进行防堵。好，所以呢之后大家就会常常叫做一个马奇诺防线，就是这样来的。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乌俄战事因为好久没有谈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双方又有一些争端。那之前有曾经听到乌克兰现在又用一些无人机嘛在攻击俄罗斯，所以看起来双方的这个态势并没有缓和。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川普要的忠诚就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所以他认为表达忠诚除了听话以外，就是要增加军费的编撰，意思是钱不够。对了，所以不但要忠诚，忠诚要有个具体的表现这具体的表现就是金钱所以不要以为说川普只看忠诚就可以，他除了忠诚还要钱，甚至要你的命。川普在世界各国的领袖里面他只佩服2个半的人，2个半的人，2个指的是习近平跟普京。那半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一次在主持北约峰会主办国的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这是他比较敬佩的半个人。好，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次川普提早到了土耳其，当然他念之在之，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过，他只要上台24小时就要解决俄乌战争。可是上台以后到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都快24个月了，快要2年了。他有没有解决俄乌战争？没有所以他这一次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他认为他已经解决了美伊战争了，美伊战争的和平协议，他认为应该是 OK 了，所以下一步要解决俄乌战争。
所以他安排的是先跟埃尔段见面，然后再跟泽连斯基好好的谈，谈完以后，他再拨电话给普京，告诉普京这个泽连斯基的想法，然后看看能不能促成俄乌的停战。但是有那么简单吗？刚才一伦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战争啊，挑起战争很容易，但是结束战争很难啊，因为你一旦这个战争打下去的话，你就会付出成本，你就会有所牺牲，而这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泽连斯基希不希望结束战争？打到现在，他发现战争对他也有好处啊。第一个，在战争的过程里面有油水可以收啊，所以他透过战争也发了很多国难财啊。第二个，他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他这一个乌克兰的总统就没得干了。所以只要战争持续，他就可以继续的干乌克兰的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三不五时的就去偷袭这个俄罗斯一下，你觉得战争怎么停得下来？那普京也是把话讲得很漂亮，用外交的方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之间的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在哪里？关键问题在于俄罗斯现在占领的土地，包含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跟扎波罗热。你现在他要求占领的地方就应该归俄罗斯所有，但是乌克兰怎么会同意呢？乌克兰若同意的话，那泽连斯基笃定被乌克兰的爱国分子给杀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即使川普有心要终结俄乌战争，但是很可能会铩羽而归。好，珍辉舰长怎么看？其实最近啊，国际局势都非常的乱。最近4-5年，好比说俄乌战争从开始打，大家都认为很快会结束。好比说以色列在中东的冲突，大家也认为不会打那么久，因为像好比说哈马斯很快就会结束的。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好像都是越来越乱的样子？其实这整个国际的这个乱的这个局势，可以用季辛吉的一句话把它全部讲完。季辛吉讲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和平是稳定的副产品。他说，不是我们因为刻意要去追逐和平，而是要先追求稳定。稳定，所有的地方都要保持它的稳定。好比说这个区域，它是强者，你是弱者，你知道强有强的责任，弱有弱的义务哦。当这个强弱的这个弱的想要推翻了，就会开始不稳定，就会发生事情。好，讲到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变数是什么？你知道？那个原来的教父美国，他的势力慢慢一直在下降。那他势力下降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开始不听他的话了。俄乌以前这两个打，如果美国出来讲一下，不就早就结束了？以色列现在听他的话吗？叫他不要打，以色列还是在打啊。没错，所有的真的就原来叫北约来帮助我打这个伊朗，来帮我这个清扫这个荷姆斯海峡，人家都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觉得美国你不是这么的一个强势领导了。那我再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家就会知道，美国已经江河日下了。1996年，记不记得导弹危机的时候，台海美国来了1艘航母，结束，那个就立刻恢复和平，没错吧？到最近这一次中东的去了3艘航母啊，为什么还解决不掉？就是因为他在动乱。那在动乱的时候，其实跟黑社会是一样的。当一个好比说台北市原来有个这个黑道的教父讲一句话，没有人敢不听呐。可是当他失去他的位置，底下在蠢蠢欲动，而且大家都开始，以前教父可以保护我，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可能会打我。所有人都开始不安。你有没有发现，日本开始不安了，德国开始不安了？就是我是不是要自己做一些事情？这些都是说穿了，就是那一句话：和平是稳定的副产品。现在之所以动乱，是因为美国失去了它全球独一无二的教父地位，而在未来的3-5年，我都认为恐怕承继不下来。
因为直到有一个人顶替了美国的位置，那你认为今天谁会顶替？照目前看起来，持续在东升的就是中国大陆。那美国会不会持续西降？就是西方下去啊？不一定。那接着我要很快的说一下土耳其的事。土耳其当初加入了这个 F-35的这个叫做共同生产的这个合约，然后当时美国在打伊拉克，那就用土耳其的这个机场。那你用机场是不是伊拉克会打你？所以当时土耳其就说：“哎，你要给我这个爱国者飞弹了，要防我。”那时候美国你是谁啊？他们都在防这个叫做科威特啊、沙特那里，因为那里是油嘛。那结果对不起，土耳其又非常火。完毕之后，他说：“这样子好了，我跟你买好不好？你不要来防我，我给你买好了。”那美国有各种的刁难，不愿意寄转，然后他就那你这样子的话，我就找俄罗斯去买。就他就找俄罗斯买了 S-400，那一买美国就说：“那你怎么可以这样买呢？”他就把它从 F-35踢出去。原来他是共同合作生产嘛，踢出去，土耳其已经出了14亿美金哦，他把它没收了。然后没收了以后，因为原来土耳其有帮这个 F-35生产一些零件，那美国就临时说那就不要你了，他就跑到这个德国去买了一个。为了这个转移，美国说我会损失，罚了他5亿美金。大家就可以知道，美国到关键的时刻，永远是他的利益第一优先。你呀，慢慢往后排吧。有没有很像那个霸凌者哈？对呀，等到他失势的时候，大家就要把他踹下去。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是。大宗教授怎么看？对，就像刚才舰长所说哈，因为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本来是非常密切哈，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一开始研发 F-35的时候啊，它其实有不同层级的那种合作的密度。好，第一级其实全球就是一个英国。那第二级包括像意大利，还有包括像荷兰。第三级我记得就5个国家，而且土耳其是名列5个国家当中。好，所以根据当时的协议，土耳其不只要买100架 F-35A， 而且还要参与这个未来 F-35的这个合作的制造，它要负责生产，大概有900多个零件。是那时候是非常的水乳交融。那后来的发展就像刚才舰长所提，主要对美国的认知而言，就是你要买 F-400 这个俄罗斯的防空飞弹系统，2017年签约，2019年交付，所以这时候当时已经是川普1.0。那美国国会反应是比较激烈，好，所以就设立了一些法律制度，说你第一个是 F-35，对不起要把你踢出去；第二是富勒斯4翼还是中断，而且已经在训练土耳其的飞行员，所有计划全部中断，通要中断。所以这一点对于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是伤害非常大。那现在川普当然要再去土耳其参加北约的峰会。一般来说，可能在另外一件上会有点突破，就是因为土耳其在发展第5代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斗机是国产，但是一开始面临到的瓶颈是它的发动机造不出来，所以这时候他希望买的是美国这个奇异的这个 F-10用于装配 F-15还有 F-16的这个发动机。那这个在过去可能美国也没有说好，但这一次有可能会突破。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是，因为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即便有这么多的摩擦但是土耳其对北约对美国还是重要的，因为它的地理上遏制了这个波斯图鲁斯海峡，而且它拥有这个在北约里面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常备的这个军力，很重要。第3个也很关键，就是即便是美国跟土耳其之间有那么多的吵架，但是就是川普的个性，他是比较欣赏强人的。那土耳其的这个领导者埃尔段有这样的特色跟特征，所以即便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美国国会对土耳其有很多的反弹，但是川普直接批评土耳其政府的比例还是比较低。那还有川普现在骂北约，他很有意思，一般我们会认为说川普要的是钱，但他现在要的是他在算总账了。在跟伊朗作战期间，你们这些国家在关键时期都扭扭捏捏，尤其是所谓的欧洲大国，他在算这一笔总账。哇，所以真的不能惹川普，他既屌屌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美国国庆7月4号，但是却出现了一些惊悚的状况。好，我们看到这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爆发了枪击。好，这是在7月4号国庆日晚间爆发枪击案，受伤的人包含37岁和33岁的男子、25岁跟21岁的女子，以及4名年龄介在6到14岁之间的男童。好，但当局没有公布伤者的身份。好，警方怎么说呢？他说在现场有查获一把枪械，但是没有逮捕到任何人。怎么回事啊？你看国庆日竟然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现在也出现了是布鲁克林大桥啊，有多处起火。好，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这是美国梅西百货4号在纽约东河畔来释放国庆烟火秀，那不慎导致了知名地标布鲁克林大桥上有多处的起火。好，画面显示这绚烂的烟火照亮夜空的同时，桥上也冒出火花。橘红色的烈焰熊熊燃烧也让民众非常的担心，这是不是要爆炸了好，那空中惊魂，美国的国庆日烟火击中客机机师说感觉到巨大的爆炸，而是4号晚间达美航空编号1076的客机准备要降落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机师就接着向塔台通报刚才有一枚烟火击中了我们的飞机。好，客机当时高度是200英尺高，大约是61公尺，非常低那机师表示只是希望只是一枚炮管在飞机下方爆炸，但是确实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好，最后是平安的降落，但是机师隔天就检查了客机机身，没有发现任何的损伤。那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表示要调查这起事件。大家有发现吗？7月4号美国国庆结果不平静而且这么多的意外发生那都有一些跟烟火有关。那川普倒是蛮自嗨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川普的国庆演说上面是说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讲到美国在250年前诞生追求自由的理想之上历经各种挑战坚毅不拔美国人民共同打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军事力量跟经济体，说美国仍然是全球自由跟机会的灯塔。好，那他的说法就跟这个舰长想的不一样了舰长觉得是在衰弱当中，他说没有，我们还是灯塔好，那川普现在又把自己加上了总统衫因为他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座黄金版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的总统雕像你看到川普在哪里？在这里那跟林肯等美国的前总统并列真的是非常的自恋自嗨啦那大逆转说美国的头号射手红牌解禁可踢比利时，那这件事情其实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曾经致电给关系密切的 FIFA 主席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国家队的前锋巴洛贡的红牌停赛案结果 FIFA 奇怪就史无前例的宣布了这张红牌带来的停赛处分缓刑暂缓执行，考察期是1年。所以呢，川普就赞说你看 FIFA 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但是兵工厂传奇球星赖特就说停赛本来就是应该在赛事期间这种暂缓执行的方式根本不会存在。但是看看这一届赛事发生的事情他觉得非常的可耻。那美国大学有做一些民调说61%受访者认为国家无践行独立宣言的理想。好，那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才战也正开始因为抢夺的就是顶尖的学者。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美籍的约旦裔化学材料家雅基他最近全职的加盟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受聘为讲席教授。3号要举行的是聘任仪式，那校方说他的加入就有动推动化学跟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的发展，强化高端人才的布局。中国的人造太阳说有重大进展第一度电瞄准的就是2030年。央视做了蛮多的报道，那也特别讲说这个前置计划会在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的前后示范核融合来发出第一度电当然也是为 AI 在做准备嘛好，我们来看到一开始的美国国庆怎么会逮几架鸟贼？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美国的国庆很不平静这里谈的是纽约除了布鲁克林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以外，
美国独立宣言跟美国宪法签署的城市叫费城，费城发生了更多的治安事件，而且都在国庆日发生。而至于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美国的州博览会，竟然有11个蓝州拒绝参加。很明显的，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政党的对决、政党的对立。蓝州的就是不听你川普的，川普管不了蓝州的，而红州呢，基本上对蓝州又有相当大的敌意，所以这一种政党之间的对抗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美国整个社会被撕裂了，对，所以你基本上你说川普一直强调美国在他的手里头进入了黄金时代，美国250年的历史里面有2次进入黄金时代，第一次就在1920年代的柯立芝担任总统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跟摇滚乐就是在柯立芝当总统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特别的好，那是美国在落实自由经济、市场经济落实的最彻底的一个总统的任内，所以美国是高度繁荣的，柯立芝也得到极高的评价。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克林顿时期，为什么克林顿在白宫跟鲁文斯基发生了绯闻，为什么没有被弹劾掉呢？为什么没有引起太大的批评呢？就是因为它让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的黄金时代，我们称之为新经济时代。而在这个新经济时代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苏联解体，所以长期的美苏冷战结束了，所以美国可以把原来应付冷战所投入的庞大的国防预算用在经济建设，用在社会福利，所以美国自然进入了黄金时代。我这么一说，再来对照川普上来以后他所治理下的美国，不是跟我讲的正好相反吗？他不断的挑起战争，不断的制造撕裂，而且他有采取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吗？没有啊，他采取的关税，想用关税来引导让制造业回流，用关税来勒索别的国家，要别的国家付出大量的资源供美国来使用，这样的做法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原则吗？所以你说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我认为正好是开倒车的。大钟教授怎么看？因为刚才有特别有提到说哈，这个诺贝尔这个化学奖的这个得主哈，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哈到中国大陆任教哈，那也让我们想到说哈，前几年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就曾经有一阵子应该就在川普1.0的时候，其实美国的这个学界比较风声鹤唳。好，因为当时呢，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去追查很多哈，比如说你在拿美国的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在美国大学可能有政治研究机构政治，可是你参加了中国大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计划，比如说这个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或是在中国大陆设有实验室啊，接受中国大陆补助。那当时我记得在2020年左右哈，有一个很指标性案例是哈佛大学的学者，好像叫李博。当然是比较偏自然科学方面，他当时也是最后是被定罪的，但定罪当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说他参加中国大陆研究，而是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没有揭露，就是被联邦这个政府的调查的时候，他说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问的问题已经非常直接，他说没有。第二个是他这是虚假陈述，第二是牵涉到你海外有没有账户。你有没有做合法的这个报税纳税？其实这一点是最后他被判罪的原因。但是大家应该有印象，那几年其实应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调查，而且都是在报上所披露。那是在2018到2021年左右，但现在美国是用比较，其实它的网撒的更深了，就是更加的制度化。就是假设你拿到国家政府联邦机构的这个
研究计划的话，你更要按照他的表格，该有什么就要填什么，要非常非常清楚。那假设又牵涉到一些比较敏感科技的话，那目前美国的制度还是非常的严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川普在7月3号那个演说，虽然只有30分钟，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讨论呐。那这个讨论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当然是要把他的演说的内容去很紧密的扣紧美国的这些开国元勋、这个开国的这些先贤，还有历史上伟大的总统们，就在他身后的4个这个那时候是150年所做的，那现在美国是250年，所以包括川普的一些密友亲信说，哎，这个川普也很适合列为第5位。不管如何，其他演说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像是直接是进入到美国的实际的这个政治的斗争，它也直接不会直接连接到期中选举，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么重要的场合，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他的演讲，也可以看出一些讯息，还有他今年的重点核心是什么哈。好，曾惠舰长怎么看？刚刚主持人其实这一个版面从头讲到尾只让我想到4个字，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的老大，从2战以来他一直是他的黄金年代。当他现在一再的强调他要进入黄金年代，就是他失去了他的黄金年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占据世界老大地位这么久，只有一个国家可能挑战他，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就是中国。为什么你知道？你一定要去看那个世界地图，世界地图你会发现美国跟中国2个地是差不多大的，然后他们的纬度在差不多的纬度。你知道纬度是上帝对一个国家国力画下的巨子线你看看右边，美国上面是加拿大，底下是墨西哥，一个冻得要死，一个热得要死，他们怎么可能跟美国去拼？再反过来你看中国大陆，上面是俄罗斯，下面是印度，一个一样冻得要死，一个是热得要死。那印度现在大家都说它会起来，它会起来，它有这么多的人，你们知道吗？印度大概50%的人通通贴着那个北部的25%的土地住，为什么？那里比较凉快，再往下热死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赤道地带的那是最热的嘛？那个人的皮肤跟黑的一样，我们就是黄色。为什么？我们大概在20几度、30几度，再往北到那个50度、60度就变成白种人。为什么？太阳决定的，你知道吗？你长期晒那么黑，海底那个太阳那么大，海底上那个黑的保护他自己，那我们就刚好中间。白种人在那上面，还有种族的问题。对，他真的就是一个上帝的，所以纬度的决定，所以你就知道中国可能挑战美国，但是美国可不可能像好比说过去的帝国英国啦、日本啦这样子衰败？我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他的国家条件太优秀了，美国在那个位置，它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北美平原，它的那个叫做那个河流的那个运河，它东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去打它。可是中国呢？中国全世界9个叫做核子俱乐部，5个贴着中国中国也算一个。你就知道中国的环境很复杂，美国得天独厚，而且它这么的富饶，所以美国再招，我可以告诉你，它今天最多是一个 B 咖，那要看中国能够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你现在看得到，你挡不住它的，它一定东升。那西会不会降？它就算降，它降不到让他觉得说这个要毁灭的。那至于你说这个最后的核融合核融合我最近也非常的研究过，那个核融合坦白说它的成功的几率非常的小。什么力量能够把核的叫做氢氦这样简单的一个原子2个原子给它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只有太阳的力量。